好，大家中午好啊！有些地方可能是晚上，我们的 Indigo 还要再等个1-2分钟才能上来。今天呢，主要还是想跟大家讲一讲，哎，来了，哇，你这个是非常非常准时。对，我等一会儿，讲吧。没事。眼镜，哎，对了，对，我也发现你在换眼镜，这个眼镜戴错了会有紫光的。对，你终于是换了一副眼镜哈，这是不是现在参加这种节目多了？对，这个眼镜好一点，也有，反正也还好，对。是在直播吗？因为我们还没开始吧？是每一次已经开始了，现在已经开始在对外直播了。就是我们每一次去有重大的开发者活动的时候呢，咱俩就会做一个直播，然后或者做一个录播吧，去聊一聊这一次发表了一些什么样的新产品、新技术。而这一次呢，你看我起的这个标题就是谷歌 I/O 2025，叫你大爷还是你大爷，这个。就是突然就泥沙俱下，嘁哩喀嚓给了一大堆的东西，甚至都让我感觉有点捉不住重点了。他因为发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对，我看评论也是这样的，对，大家评论说东西太多了，发太多东西。对，因为以前每一次的谷歌 I/O 呢，它会有一个重点，比如说有的时候是谷歌眼镜，有的时候是比如安卓，有的时候是其他的一些东西。但这一次真的是把 AI 从上到下能想到的、不能想到的所有东西都更新了一把。对，这个也有大公司政治原因啊，对，所有部门都不落下吧，对，我们做了我都上，对，大家都要上，都要上，但是还是有主次的，我觉得可以分成三个来看吧。我觉得，最开始是 P 财是吧？就简称就是我们叫昵称，他叫 P 财嘛，P 财哥。P 财对 CEO 宣布了一下那个两个数据嘛，一个是他的那个 token 的每个月的这个生成量是吧？就提高了50倍嘛，从1年前到现在。对，确实是，我觉得，Gemini 应该算是我几个模型都用了，我觉得算是牛马模型，牛马。我是最近就是在 Gemini 2.5 Pro 应该是05、06这个版本出来以后，Gemini 在我各个模型中的使用比例明显上升。对，它确实好，又快又好。是，又快又快是不够快，但是确实很好。快了，挺快的速度。那比那个 Flash 快，但是 Pro 还是那你看和谁对比嘛，是吧？你要和 O1 和 O3比，那肯定是要比它快，对。对，是的，跟那个比还是要快一些的，对。对。我看他这次还去讲说他的这个Gemini 有多少用户，但是我总觉得这种用户数就很虚，因为原来Meta也说他们的 Meta AI 有多少亿的用户，这种数就是他把各种的，比如说藏在他各种角落里面的用户都给你算上去了。对，所以用户数我觉得，你跟 Google 去比用户数，你怎么跟它比呢？没意义，它到处都有入口，没法比。它没有说我是用 Gemini 到 APP 的这个，或者说是什么那个，因为它 APP 都几个嘛，是吧？是一个 App， 之前还集成在 Google 里面在，然后是到处都能用，然后你可以在 Google 的那个 Workspace 里面用，对吧 ？Google Doc 里面用 Gmail 里面用，都可以用。所以说这个挺难算的。然后，但是我感觉，因为我从2023年开始，2023、2024、2025、2023年宣布是吧？这个我们那次好像做过直播，是2023年的就是 GPT-4 出来之后，然后2023的 Google 的 I/O 大会宣布把 Google Brain 和 Gemini 合并，对不对啊？然后就开始铸造这个 Gemini 的模型，就合体了，就把之前那个停掉了，然后后面呢，2024年呢还不错，2024年就是被 OpenAI 截胡了嘛，截胡发了一个，人家发了一个什么这个 Her， 它是那个4O 高级语音功能，在它那个前一天4O 高级语音功能特别会炒作，318特别会炒作，是，对，然后这一次呢，很明显了，你可以看到从2023年合并什么都没发，对吧？宣布了一下，2024年呢发了一些东西，发了
Gemini 1.5，然后发了一大堆东西，没有现在这一次这么多哦，也发了这个当时那个 project 什么那个 Astra 啊，那些概念反正都拉出来了。然后在今年就是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我觉得 Google 这么大的公司里面，大家统一把 Gemini 作为底层来团结在 Gemini 周围的这个决心还是非常强的。对，这么大的公司，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执行力还是不错的。执行力相当不错。对，我记得原来是在他们上一次玩 AI， 也就是他们去做 TensorFlow 的时候干过一次，说谷歌从上到下都要搞 AI， 然后谁不搞 AI 就干掉谁。这一次感觉又有那个状态又回来了，就是所有人都得上，都得接 Gemini， 谁不接谁死。是啊，对 Gemini， 因为你看一下它这个发布上面，我可以稍稍回顾一下。关于它的除了这个 P 台上讲的数据之外，然后讲了一下这公司的一个大的方向。其实主角是 Demis，这是应该是 DeepMind 的 CEO 是吧？对，我当时才发了一条 X， 发了条推，我说 Gemini 大于 Google， 不是，所以说就是 DeepMind 大于 Google， 是，所以说 DeepMind 是 CEO 上来给大家回顾了一下，从2017年一直到2025年，这么8年是吧？对，是8年的这个，其实革命从就是2017年开始的嘛 ，Transformer 模型出现。然后2020年，然后 GPT-3， 然后2022年底，然后 GPT 3.5， 然后 ChatGPT， 然后后面就这个曲线就是这样往上走的，然后我们看得到。所以说当时他回顾了一下，他讲解了一下就 Gemini 这个模型从原生多模态，因为他现在已经把原生多模态做得很好了，我们能看到的这些，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我们能看到他发出来的这些什么花里胡哨的什么语音生成啊、视频生成、图像生成，都是它的这个多模态能力的一部分输出啊。它是为了打造这个完整的多模态嘛，就是说我图像进、图像出、语音进、语音出，然后就我可以混合的。然后呢，现在他把他的这个模型下一步也给公开了，说他要做的 World Model 世界模型，要让这个模型去感知世界然后他也开发了好多体验的功能，然后呢，把这个东西做在了那个Gemini 的 Robotics 里面，还有个机器人模型嘛，然后他去看、去听、去感知，然后在这个世界里面去导航、去移动，还想做很多3D 的训练。所以这个是下一步，他要逐渐的建立对3维世界的感知这个是他应该下一步就是世界模型我们叫空间智能吧，对，专业下块叫空间智能，就李飞飞做的这个东西。对，这个东西应该是英伟达比较强。都在做。英伟达呢，怎么说呢？英伟达我觉得还是有一个问题，英伟达还是没有很好的模型能力，这是说实话的英伟达是算力很强，但是模型能力还是比这个头部这些公司还差一点。但是他为了摆正位置嘛，是国内的机器人公司一般好像都是用的英伟达的这个物理世界模拟器去做的训练。对，是他那个。那么这一次的话，就是先是 Gemini 2.5，号称是升级了，但好像这次主要升级的是 Flash。对，这一次升级的 Flash， 把 Flash 升级了，但是那个 2.5 Pro 也升级了一个版本，时间升级了一下，是吗？因为我现在看到的是还是0506，Flash 是到那就是没动，对，在他发布会之前，就是2周前升级的，对。然后这次发布太多了，跟他这个挨着是吧？就是 Microsoft 的 build 是刚结束，然后他就开始。刚结束，就是第一天是星期一是 build， 然后星期二是 I/O， 星期四是这个 Anthropic Cloud，Cloud 的这个 Code。Cloud 4，对，很快啊。是。那现在的话，他等于把 Gemini 发了，然后呢，这次还发了一个很奇怪的东西，我没太看懂是干嘛，叫 Gemini Diffusion。对，这个是因为之前的那个我们所有的语言模型都是用 Transformer 架构的，对，然后他现在用这溶解架构来 Diffusion 来做这个一样的，就是速度 Diffusion 有个好处，可能精度差一点，但是它速度巨快，是速度要比 Transformer 架构快20倍而且这个很容易移植到小型设备上去，它可以做到以后它可能要在这个
极小的这种终端硬件上去做极速的时候，而且算力有限的时候，如果说这个东西进展很快，它可能能够在终端上面把这个反应速度或者质量提高，用这个方式对。但是真的要强推理，可能还是还要 transformer 架构 ，transformer 多头注意力嘛，对，是了解。那么它的这个视频的这个你试过了吗？因为我看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好厉害。就是 VOE3，这个我还没有去试，我看了很多朋友试了，因为加拿大还没开放嘛，我也懒得翻墙用。我每次我们都要翻墙翻到这个美国。说是北美开放，难道加拿大还不算吗？美国只有美国 US only，US only 啊，对，不是都是 America， 对。你们这个已经是钦定了第51个州啊。那我们加拿大人不是在看的还不行。OK， 那这个你还使不了。应该很快，它可能这个东西可能就1-2周或者3周左右，它可能需要一个美国这边的测试反馈嘛。因为是还有一个是 Google 的东西嘛，它合规很多，有很多合规啊，这个是很麻烦的，就越大厂越这点越讨厌。对，你看 OpenAI 每次都是一开全开，对，我觉得最好的还是像千问3或者 DeepSeek 这种东西，然后直接开源模型扔在 GitHub 和那个 Hugging Face 上，然后你们自己去玩耍吧，我不管了。对，那它有嘛 Gamma 嘛，对，是，对，了解啊。那这个东西你还没试，那你有没有考虑去订这个$249.99的这个账号啊？我要看看它不是有一个那个 Deep Search 功能嘛，就 DeepSync。如果说那个 DeepSync 功能挺炸裂的，我觉得还可以看需求，因为$200其实挺贵的，我已经订了 OpenAI $200，我也订了 Cloud 130美金的我都订了我是忠实用户嘛，没办法，这个忠实用户 Cloud 对这3款模型是我用的最多的，就是 OpenAI Cloud 和这个和 Gemini， 因为它们分别用途不一样，而且3个模型特点我现在把握的比较清楚了。是，是。那么像现在的话，它的这个谷歌 I/O 这一次还出了一些这种编程工具，包括它的这个，它应该那个词叫 Giles 还是叫什么 Giles 这个 agent， 就是它直接在云端从你的这个 GitHub 上把的这个仓库拉出来以后去干活。对，就是这个就有点像现在什么那个 Codex 或者说 OpenAI 的 Codex Anthropic 的 Code 对，它是这样的一个，就是现在不是服务程序员2种模式嘛，一个是你 build IDE 里面去，IDE 实现 agent 是吧？你边看边做，这个像 Cursor 他们做的那个这样做的一个模式。然后呢，其实这个像 Codex 和 Code 它就是纯 agent 的方式工作的，你只要下命令就好了，然后它就帮你完成，然后你可以看到他做了一些事情。因为我那个 Codex 我用了一下，我拖了一个我是 GitHub 里面一个很早古的网页静态网页，我觉得网站我上面我也好的那个静态网站托管在上面在，然后我让他帮我改了一些页面，还挺快的，对，可以很快。Codex 我没试，因为它是要$200嘛，然后这个 Gel 这个我去试了一下，它现在是免费可以用的，结果我发现是奇差无比。因为我是给了他一个 Flutter 的应用，然后是一个新的应用。我说你现在在 Flutter 里头给我调用 EPUB 的这个生成器，把一些东西给我生成成 EPUB， 然后他去引用的包压根就不存在。是，那确实是幻觉还比较严重，对，非常严重，而且它号称是有一个叫做虚拟机，然后可以把你的这个代码拉出去以后，在那边去做一些，因为像 Flutter 有很多是命令行工具嘛。根本跑不起来，这是它的虚拟机，我估计能够跑 Node.js 到头了，或者能够跑一点 Python 到头了。据说有人在上面跑 C#， 但是反正我试了 Flutter 没跑起来，这还是谷歌自己家的东西。这个Google 发东西是这样子，部门太多了，有的产品呢开发个半成品，一个原型它就放出来拉出来溜一下，照顾了每个部门的情绪嘛。然后有的产品还是比较成熟。对，你不像那个 OpenAI 发产品，它现在很聚焦，一次发一个，然后呢是提前预热，然后事后的这种就跟进都做得挺好。OpenAI 还是比较小 ，OpenAI 就毕竟还没有像它那么大。对，然后这个东西呢，Anthropic 发东西以前就发一条 Twitter 嘛，是吧？就结束了。现在这也是第一次搞了一个小发布会，对，这个因为他们还是上来讲了讲，原来就是直接上线就完事儿了。对，不一样，公司还是太大了，而且
我觉得这次应该大家讨论最多的还是它的那个视频生成，这个刷屏都是这个，对。是，但是我现在看到的所有人都是在拿这个已经生成好的一些 demo 在刷，因为毕竟是$250的账号嘛，我真正看到说自己花钱买了，然后去玩的不多。我估计花得起这钱的人也就不愿意出来炫耀了。对，我看我有2个朋友买了那个 AI Talk 的那个汉卿，对，他买了，他当时就买了，当时那天晚上他就买了，我跟他说了之后，他第2天早上起来就买了，然后我看他做了一些，他的反馈就是说，可控性很强，但是画质还是没那么高，可控性很强，然后呢，可控性很强就是表达你想要的这个，他对你的理解和表达的这个画面的这个呈现程度，这个会是比较 creative 是不错的，很适合做这个 storyboard 的这种创意了，生成，是比上一代还要好一些，是因为它还给了一个叫 Flow， 对 Flow 是你可以进行资源管理、故事管理、故事版，然后什么东西都可以在里边。对，很方便，就是自己拍片的时候也会做故事版 storyboard 嘛，是 storyboard 这一帧做什么，然后连续的来创作，它可以生成画面嘛，因为 Imagen 也不错 ，Imagen 4，Imagen 3我觉得都做的可以了，Imagen 4会更好。Imagen 我觉得还是差的挺老远的，一方面是他们就是我们管这个玩意儿叫耻感，就是谷歌的耻感一般是比较高的，就是它要求合规特别严格。它主要是合规被夹的，它主要是被夹的。对，它这块太严了，它比 OpenAI 还严 ，OpenAI 本身就已经比较严了，然后这个谷歌属于更严，而且呢，它在精细度上比 Midjourney 差太远了。对，美观程度上，美观上差一些 ，Midjourney 还是漂亮的，审美在线，审美在线，是因为我是在刚刚进来之前干了一个事情，就是我儿子在上大学，然后呢，我说来把你的邮箱给我。然后我就拿他的邮箱去注册了这个Gemini Pro 的这个教育版，可以免费用16个月。Gemini Pro，OK Education 的对啊，因为他有 EDU 的邮箱嘛，然后我说你拿来我来去试一下，edu.cn 的也是 OK 的，可以注册成功。上去了以后的话，这个我现在可以用VOE 2，然后呢对，他不让我用 VOE 3啊，但是可以用2的效果还凑合。然后呢 ，Deep Search 的效果还是不错的。这个因为 Deep Search 改进之后还可以，Gemini 现在 Deep Search 的效果非常非常好。但是呢，它的有一些功能还是很差的。你比如说，它是有实时语音了，但是呢，它在实时语音的时候不调用搜索。对，那肯定是为了响应速度。是搜索慢了。但是你如果没有搜索的话，你实时语音干嘛呢？你像我现在只要开车出去，我就会把豆包拎起来，或者把 GPT 拎起来，然后跟他聊个天就可以补充很多知识。但是你说他如果没有搜索的话，我这个不就属于纯浪费感情了吗？对，你可能让他查不了最新的新闻或信息，对不对？对啊，因为现在这个 Grok 就是 XAI 的 Grok， 现在它的实时语音也开始支持中文了。应该就是在谷歌 I/O 这1-2天之内干的这个事情，原来只支持英文，但是呢，它的实时语音里头也是不支持搜索的。对，我用过 Grok， 不错做的，而且它不只是语音，它也可以看的，它有 view 了，它可以看到，打开摄像头，然后你可以跟它做这个互动，还挺快的。是，它就是，但是你所有这种语音，你只要不挂实时搜索的话，都是扯淡。对，我觉得还好，我觉得这个东西呢。这些公司并没有把它当成一个特别重要的功能，他们现在只是在拉噱头。然后另外一个呢，它可能先有再说。你没看到现在 AI 产品发布跑得特别快，产品一看就是半拉子的，界面做得像鬼一样那种东西。你说在我们那个时代是吧？你界面那个 Google 的 Gemini 它连个消息就是 grid 的方式看我的历史记录都没有，这一个列表仓里面等于没做完，这产品没做完。而且你想想看，我今天还看到有人说。Google Gemini 是支持100万的1 million 的这个 token 上下文的，但是你的 Gemini APP 连贴不进去这么多，贴20K， 200K 到头了，还10K， 还是100K 就结束了。API 可以 ，API 是可以的，所以说这个它很多东西没做完善，而且做的 Google 的产品一直都是这样子的。对，我一直觉得 Google 是一个很不擅长做产品的公司，它原来大量的功能都是在 AI Studio 里有，然后在 Gemini.app 里就没有。
对，是2个团队做的嘛，2个团队。是 AI Studio 它一个是为了迎合开发者嘛，因为大家现在都知道抢开发者是最重要的一个接是，入市场，因为本来代码这个都是 AI 最擅长的。然后嗯，呢，Google 前端它能够覆盖的地方太多了，所以他们不是特别着急在前端去把用户给弄进来。对，这个我觉得我觉得 其实我个 OpenAI 在人这一块儿的体验还是相对比较统一的，就是我出来了，这个比如今天我宣布什么什么大模型，对对然后你的客户端、你的网页、你的这个 API 什么的，一把就全都开了。对，你没发现吗？OpenAI 和 Anthropic 2个公司现在在发布会，他们那个 CPO 特别重要。嗯 CPO 产品那个 OpenAI 是 Kevin 嘛，嗯然后其实他们以前都是在 Instagram 干过，对，是，这2个人，对，都是做社交网络的，啊，然后一个是 Kevin 然后Kevin Weil 嘛，然后 Anthropic 这边是以前那个Instagram 联合创始人，后来他自己出去做了一个新闻客户端叫 Artifact，嗯嗯对，然后呢，这个人也很厉害，这2个都挺厉害的。然后所有的发布会除了 CEO 之外，然后就 CPO，然后才是 researcher 出来，就嗯，表示这2个公司都挺重视终端产品的。是嗯对，是。就没有 Google 是没有的，Google 只有产品线负责人，到现在全都是印度人。是，但是它嗯，现在我觉得技术谷歌是跑得非常快，但是产品对，实现上慢一点。真的是挺费劲的。我到最后还要挨个儿搜，我说这个谷嗯歌这个自动生成界面的这个叫 ST 什么那个产品，我说叫什么嗯啊？搜到了以后才能进去试了一下，然后嗯，就是它可以自动的类似于调用Figma 这样的产品去生成这个 APP 呀，或者是网它可以页的界面。生成，对，是的，那个东西反正也是半拉之水吧做的。嗯，绝对的，因为我给他了嗯，一个命令，然后让他去干活儿，干了大概也是10几20分钟出来，生成的界面奇丑无比，我觉得还对。不如我直接拿语言去摆呢。对，所以说我现在说句实话啊，现在呢，为什么我觉得叫vibe coding 是吧？气氛编程，嗯，就表示是这个事情呢，还是真的没法用在这个 production 里面去。是，大部分人都是用来这个社交网络做个原型，做吸引眼球，然后做体验，所以中国还有叫一群产品蝗虫嘛，产品蝗是虫们，然后一发产品，然后大家就围上去写体验，然后对，因为正好这个非常适合，非常就像一个产品，一种新的技术在萌芽早期的时候，它发展非常快，你每嗯，周都不一样，每周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是，你很难围绕这个技术去我去做一个特别成熟的一个前端产品出来。没办法，是，所以大家都跟着他跑。然后呢，我们今天玩一下，明天玩一下就好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时候 gap 特别大，gap 很大，就是一帮人很嗨在体验，然后另一帮这是无所谓，解决不了我实际问题。对，就是。存在于这个生产现在 力的鸿沟。Cursor 已经嗯，好很多了，Cursor 已科特是的，经相对，对来说是能用了，特别是在Cloud 3.7以后，就是它的能力已经极强了。现在 Cloud 4，我估计 Cursor 可以再次起飞一把，对，上天的，上天了。所以这个呢，嗯等于结合前面的Microsoft Build 和这一次的谷歌 I/O，包括咱们的Cloud 4，咱们现在都在去争夺程序员。因为对，我前面还跑到字节去参加过他们那个 Tree 的这个发布会，就是嗯，字节自己也做了一个这种 IDE，就是我知拿 道，VS Code 改了一个，当然他们那个改的实在是太烂了，没什么好说的，这个实在是臭。嗯，但是现在我字节嘛，字节是看到什么都有嘛，的是什么呢？什么都有，对，类似于像，这个原来的这种插件形式的已经基本上没戏了，就是做代码补齐这个事儿已经大家，不需要，不愿意再停留在这一步了，必须要上 Agent 可以一次性的读完整的项目，然后对嗯完整的项目多个文件进嗯行这种调整和修改。然嗯后呢，这种，像这个叫 Codex 这样的，在云端进行这种叫做异步处理的，我觉得现在还距离很远。因为编程嘛，咱们都是程序员出身，那你涉及的技术太多了，你不可能说我在云端整个虚拟机就让大家都可以干活儿。对于特别小的完成一个怎么说呢？你想想看，如果说按照一些呃小的功能块儿，因为我们之前嗯做程序嘛，就是你像在 Unix 上面这种一个命令行，你嗯，后面一个执行文件，比如说你帮我是，转个码，
你帮我做一个什么复制，这种功能封闭式的系统下面，你先不管它代码怎么写的，它可以很好的帮你完成输入输出，结果正确，就快速执行。对，一旦这个系统涉及到的多个 layer 这种，你要做这个 architecture，各种依赖什么就搞定就乱了。依赖，然后现在的这个应该是还不行的，现在的模型，因为这是一个特别抽象的设计，就是一个 abstract 一个非常就是高阶的，因为架构式嘛，架构式是要你熟悉所有系统，而且你要很抽象的把这些系统连在一块儿。而且现在的我觉得一旦干这个活就变得奇慢。因为我呢是前2天去升级了我的 VS Code，VS Code 就是在 MS Build 之后做了一次升级。他说你们都拿我的 VS Code 去改你们各自的这个 IDE， 对吧？甭管是 WinServer 还是 Cursor 还是字节的 Tree， 实际上底层都是 VS Code。说我干脆我把这个 GitHub Copilot 直接开源塞在里头，你们以后再拿着代码就是带这个 GitHub Copilot 的，我等于是投毒直接投进去了。对，而且那个 GitHub Copilot 呢是现在直接支持 Agent。对，这个我去试了一下，还挺神奇的。我说，哎，你去给我查一下 Flutter 的这些依赖。然后他说行，我去查去了。然后呢，我去找这个 Flutter 的所有依赖，叫 pub.dev 这个网站。说我到这个网站上先搜索一下，搜完了以后，我发现有几个是可以干这个活的。然后我挨着个的去读他们的网页，然后读完网页了以后，我知道这个程序该怎么写了。是，接着我觉得还是有点，你让它完成一些single layer 的这种东西会比较好，就是说一个任务很封闭，然后它依赖比较少，它有依赖也没关系，这些依赖都是很成熟的一些依赖库了，它自己会去找。如果说知道上哪儿查去。对，如果说你整个你要做一个大一点的中等规模的项目，你自己要构思很多这个模块出来，然后让它彼此之间再去依赖。我觉得现在的至少是 Cloud 4可能会好一点。Cloud 4我觉得有很重要的改进。它的这个 code 阶段，它为了让这个，包括这个 OpenAI 发的这个 Codex， 它不是有个 code 专门微调过的一个模型嘛，就是强化学训练过的一个模型。它就是为了让它生成的代码更接近于人类可读可理解这种思维方式代码，这样才好和人类互动修改才方便。不然它突发奇想这个天马行空的代码你根本人没法维护嘛。所以代码的可维护性还是很重要的。对于这些模型来说，它也要把这个加强。对，我还在等着这个 OpenAI 收购了 WinServe 以后，到底会做出什么改变呢？他不号称30亿美金把这个 WinServe 收了吗？他自己现在等于也有了一个完整的 IDE 了。现在不是说我只有一大堆什么Codex CLI 啊，或者是 Codex 云端呀，我现在也有这个 IDE 了，然后看看后面怎么去走吧。对的，这个 IDE 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毕竟是个入口嘛，编程方便。对，然后另外一块呢，我觉得这些编码，我觉得下一代的这种工具你想要真的这个团队协作写代码能提效，就得实现一种中间层的，就是帮助人类和 AI 一块协同构建这个 layer 这样的一种框架出来或者说是 AI 能做。但是 AI 做呢，它可能是另外一种 agent 形式了，就它至少它的抽象层次更高，它能够产生一种人类可以理解的这种架构 architecture 说明图。我们在软件工程之前有很多那种什么 diagram 这种图嘛，架构设计图，可能要比那个更加先进、更加抽象一点的。然后我只需要画个图，或者说我写一些简单的像伪代码一样的，或者说那自然语言我这样描述，你就能够理解我系统怎么设计的，然后人类才能和 AI 进行 agent 进行互动。因为我上次去字节跟他们聊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特别神奇的现象，我估计跟谷歌也很像。什么呢？我说现在既然我们要使用这种氛围编码去写程序了，让很多原来不是程序员的人去写程序，我说以后要写的程序可能跟我们原来程序员写的程序就不是一回事。我说以后要写的程序实际上是 AI agent 的最后1公里，就是大的核心的东西都由 AI 完成了，我们只需要把最后这一点点，比如说不是特别这个跟现实接口对应的东西给它补上就完了，所以它可能只需要写最后一点。我说这个你们能不能理解？他说是这样的，就是以后的程序可能就是这个东西。我说那你们这个作为字节的产品，你为什么不去跟字节的扣子去合作？他说那不能合作，万一跟他们合作，这玩意儿谁说了算？对，我没用过 Code 怎么样做的？它是一个编排工具嘛 ，agent。不，它就是这种 AI agent 的这种工具流编排工具嘛。
对啊，我说你这个以后就直接后头是 codes 或者是那个 codes space 这样，space codes 就是类似于 Manus 那样的工具，然后你在前头给它加一个小小的外壳，然后能够跟你的比如说微信公众号啊，跟你的这个小红书啊，跟你的各种的日常的东西，把最后一点缝拼上。我说这种东西的话，你拿现在的这种 Cursor 啊、Windsurf 啊，或者是你的这个 Tree 啊去搞定就完事了，对吧？你也不需要搞那么复杂，什么架构啊，什么这些东西都不要搞。就是最底层干活的都是 AI 干的，然后你把外边这个外层抹一抹就可以了。然后呢，他们在内部还在争夺说这个东西最后到底是我吃掉你啊，还是你吃掉我呀？对吧？像阿里原来也干过这个事情，钉钉折腾了半天，阿里云说你来吧，我们需要你。钉钉说我才不去呢，我是去了听谁的呀？就是大公司病嘛，对吧？大公司病嘛。Google 一样的 ，Google 也有这个问题，但是 Google 你看得出来，你看 AI Studio 和它的那个 Gemini APP，是吧？还有其他部门，之前还有2个，在 Cloud 里面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工具在 Google Cloud。他原来做了一个叫 Firebase Studio 的东西，然后我一看，我说把一个 IDE 做在 Web 端，我说你们疯了吧？对，是的，这大公司，但是我觉得这一次的 Google 的进展因为很明显，他把 Gemini 当成什么呢？当成 Google 新的操作系统了。是。一个核心，然后大家都在它能力之上去用它的这个推理能力啊，这种 AI 生成能力，而且它模态也很厉害，所以说我觉得，我觉得其实这一次还有很多，在发 I/O 之前，其实我觉得 Google 就是 DeepMind 团队发的这个AlphaInvolve，那个是我觉得真的是挺震撼的这个东西，对，它解决了好多怎么说呢，这个几何问题，还解决了一些数学问题，新的这种推理问题。我觉得这个它真的能够用这种方法来可以实现怎么说呢？一些科研的工作，科技进步了，对，而且他做的这个论文，大概我瞄了一下，对，这个里面他还没有正式打开嘛，他相当于是用了一个叫做进化，他叫 involve 嘛，进化的意思就是，用的不是那种像之前 AlphaGo 那种，就是说强化学习算法，它是用进化算法。进化算法就是我全面铺开各种可能性都去实验，然后让它自己在这个里面筛选出最优的出来，就跟大自然淘汰东西、淘汰物种一样。它做这个不是把一个大六边形里面放很多小六边形，能够放多少个嘛？那个东西的问题，那个提高了一点点了，这个比人类最好的这个成绩。然后，当然这个东西可能只是他们做测试用的，因为人类也没有花心思去研究这样的问题，对不对？想想看，这是很老的一个问题了，但是它确实提高了，至少打破记录，它所有全部都打破记录了，打破人类记录了。然后这一块，而且他们只是说，我跑了一段时间，我让它停下来了，我不跑了。如果说我再跑，把计算量加5倍、加10倍，它可能还会继续提高。对，是这样的。能够确实能够解决一部分科学发现的问题，靠这种暴力演算来实现的，对。是。那么现在的话，谷歌 I/O 这一次等于大模型出了一堆，然后呢，开发工具的话，算是出了一个 agent， 出了一个设计，然后还出了有一些这种小的插件吧，所以我觉得它开发工具这一块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零碎。然后呢 ，Imagine 4和 VOE 3的话，因为我没试上，不知道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因为它就是每一次你得找入口，这特别讨厌。它不像那个OpenAI 似的，你说你要让 Sora 去使用，你就直接把 Sora 给我挂在 ChatGPT 的这个聊天窗口旁边就完事儿了，对吧？对。它这个就搞得让你完全摸不到头脑，挨着个去谷歌搜索去。那么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在加拿大能不能去使用这个叫 AI Overview， 就是在谷歌搜索的时候 ？Overview 是可以有的，有的。因为我在这边挂梯子是使不了这功能的。然后 AI Mode 还不行 ，AI Mode 仅限 US。Overview 是可以用的。我现在每次一般搜都会出现 Overview， 还不错。我这儿是从来没出来过，所以现在呢，大家都在提一个问题，就是只要是皮踩去任何地方啊，大家都会去问他说谷歌是不是死了？因为你看他的财报上的话，他的收入可能还是有70-80%是来自于搜索广告收入。那么你 Overview 以后，或者说我们以后都是
Gemini Deep Search 了，那么它这个搜索广告就没有了，而且我们也不需要再点击进入到别人的网页里头再去看一遍谷歌广告了。那它整个的这个，因为它的财报在这摆着呢，你的70%-80%的收入是来自于这里的。那这个事情的话，这个他们总说，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有些人就要去看搜索，有些人要看 Overview， 有些人要去使用这个Gemini 的这个 Deep Search。因为我现在大概已经有2-3个月没用过谷歌搜索了，我都是各种各样的这个 Deep Search、Deep Research， 然后这个或者是 Grok 的，或者是 OpenAI 的，或者是豆包的，这个就再也不再用搜索这种功能了。你怎么感觉这个事情？我现在搜索确实用的还是用。如果找一些很精准的，因为我知道我一搜完能够抵达我要的目标，比如找书啊、找任何资料的时候，我肯定会用搜索。那我没必要在 ChatGPT 问嘛，是吧？这个浪费时间嘛，而且还开个窗口，这个还是有需求的。然后比如说搜地址啊、搜餐厅啊，你搜日常生活的这些东西，还是用 Google 的，对。但是就是相当于 Logic Ask 的这种回答型的东西，你肯定是用 Gemini 或者 ChatGPT。我用 Gemini 会比较多一些，用回答。然后 ChatGPT 我用深度推理会多一些。然后呢，这个也是为什么 Google 的股价的这个总是这么，是吧 ？PE 这么低，压得这么低。你这个公司现在在 AI 模型算是第一梯队里面领先的，是吧？是第一名。就按照这个风口来说，这风口上的猪嘛，算是对不对？对。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大家都很怀疑你是不是广告哪天商业模式颠覆了，会被颠覆了，然后所以说永远给他一个这么低的 PE， 对吧？这个其实很正常。你像 OpenAI 到现在为止每年还亏一堆钱，Anthropic 每年亏一堆钱，谷歌你原来是盈利的呀，对吧？大家还等着你去盈利，等着你去这个继续这个挣更多的钱，结果整个做大模型的所有公司里头，没有任何人证明过说这个玩意儿是挣钱的。对，那就是之前你想想回去，我们在移动互联网刚开始的时代，谁知道移动互联网怎么挣钱的？发现移动互联网最挣钱的2个模式，对吧？其实就是广告嘛，消息流，最终被消息流给垄断了，是吧？对，消息流，对，至少在中国是消息流加电商直播，是，对，是这2个是能挣钱，就是都是渠道嘛，是吧？电商直播其实一定程度上它也是一种这还是在卖流量嘛，就是我们还是在做流量变现的事情。对。但是 AI 的话，到现在为止，流量变现这个路呢，就都没走通。甭管是 OpenAI 也好，还是 Anthropic 也好，都在想说，我到底应该怎么来做这个事情。特别是因为我在 OpenAI 开始做这个$10订阅、$20订阅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事儿有毒。因为你$20订阅的话，它这个是个死数，甭管你用多用少，就是$20。而你一旦是流量变现的话，它等于这个数是活的，我只要是卖的东西多，我就可以多挣到钱，所以它一下就把收入的上限给你锁死了。对，所以 SaaS 模式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SaaS 模式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一旦你的规模足够大的时候，那你的增长空间就受限了。对，因为就是没有用户嘛。对，然后但是呢，现在 AI 的这个用途呢，我始终觉得这种固定的订阅费，算是未来商业模式的一种保底支撑。就是它是一种支撑啊，就是首先我在这个时候我要抵我的这个投入嘛，对，但我没有发现更好的新的商业模式的时候，我只能用这种方式先止损，对，这是一种方法，所以说大家都这样用，先推20的，然后再推200的，因为在锚定的嘛，对，你觉得我比你牛逼，那我就200个就是$200也好，$250也好，这种大订阅的话，它的转换率一定是非常非常低的。我现在我用的是 Google One 全家桶套餐，Google One 就送了那个 Gemini Pro，我估计它的接下来 Google One 里面会新增一个可以用 Ultra 的一个套餐，比如说变成200，然后家里全家人都能用，而且这个我觉得有点难度，这个有点难度，它已经加了OpenAI似的，就是快速的把这个东西下沉，快速的把这个我今天推了什么模型，过2天我让这个模型让免费人能用，或者让这个 Plus 模型Plus 用户能用。谷歌这块好像就对不起，这个你可能我感觉是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它的这个 Google One 订户非常多的，现在它的这个订阅的这个收入，你看它的财报里面增长非常快。这个就是我现在也是 Google One 的用户。对，这个就是怎么说？因为它是家庭套餐，我很方便，我一订了之后，我全家的容量提升了，然后 YouTube 都不用广告了，然后还有好多这种小恩惠的东西。我觉得这种捆绑型的销售有毒的。这也是一种毒，
它确实能把用户给连用这样的方式。你像它那个$250的这个账号里头有一个3T 空间的网盘。后来我问他，我说如果我单独在 Google Drive 上去买这个3T 空间的网盘是多少钱？他说也是$250。对啊，所以包了嘛，对，对，啊，30T 好像是30T，对，他这你买的这30T也是$250。所以你要是后来我今天还问我说，如果我去买这个 Google Gemini 的这个 Pro 用户是$20吗？我说这个带什么？他说我们带2T 的网盘，说我们就把你这个就都弄回来了，就是你不会觉得亏钱这个事儿。对，所以说那个 One 还不错买的，特别是 Family 的这个特别好。Family 会贵一点点，比就是说相当于我贵个20-30%左右的价格，20几吧。是，但是你家庭你可以4个人用或者5个人用。是，是这个，我现在是我自己是有自己域名的这个Google Workspace 的这个域名直接是做好的，然后呢，我还给我儿子做了一个，我说来这以后这就是工程师爸爸的爱，这以后你有自己名字的域名，自己名字的这个 Google Workspace，然后都是完整的。是，对。他这次推的这个可以直接去完成交易的这个产品是什么样？叫 Project A 什么？你说它有2个，它有一个是你说那个有一个叫 Astra 是它的智能助手就是之前眼镜里面，然后带了这个，然后还有一个是 Agent Mode 那个叫那个叫在上一次去年的时候就发布了，叫 Mariner， 对，是一个 Google Chrome 的一个浏览器的一个有点像 OpenAI Operator 一样的一个自动使用浏览器的代理。因为呢，这个从我们这些做流量的人角度来看的话，就是你必须要完成交易，你只有完成交易了以后呢，你才可以在交易上去抽成。那么它现在呢，这个目前为止吧，就是 AI Agent 也好，能够直接完成交易的其实很少。Perplexity 呢，号称是说我挂了电商，但是呢，它并不直接给你做交易。OpenAI 呢，号称是也是一个北美专用的一个产品，是可以给你做交易的，但是呢，好像也非常有限，什么订餐厅做一些这样的事情。然后谷歌呢，这次也说我要去做交易，但是谷歌的交易好像一直都做得很烂，就是它的谷歌的电商什么这些东西都烂得一塌糊涂。那么你觉得这一块的话，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说 Google Shop 没有说的那么烂的，对我它的这个 Shop 带过去的那种体验带回去，包括比价呀，看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有用的。包括他现在这次测试不是换衣服嘛，是吧？他就把第三方市场给干了，是吧？这个是他既然都有投入，想干这个来表示他确实在带品牌或者带一些用户搜索的时候带过去的这个量还是不错。Google Shop 做的还可以。但是因为我是问过一些谷歌内部的人，就是原来我们也像有一些同事去那边嘛，他们卖广告的。他说我们跟他们没什么关系，我们宁肯是把这个广告卖给商家，然后商家买了以后，就是最后是到 Shopify 什么独立站或者是这个 Amazon 这上面去完成交易。至于说Google Shop 自己这个东西，他们这些销售自己都不感兴趣。Google Shop 实际上就是把商品重新给 wrap 了一下，还是去别人网站的。Google 的产品Google 没有提供在他这里完成交易的东西对啊，所以他最后还是很麻烦啊。而且他自己的卖东西的这个就是卖广告，就是他的谷歌销售这帮人也是说，我们就是把销售卖给，就是把这个谷歌的这个广告预算直接卖给这些商家就完事儿了，剩下我就不管了。对。至于商家那边的广告怎么在前端出现，他有的可能是通过 Shop 出现的，可能商家也不清楚。对，这个是。但是他最后的这一块的财报等于是还是在搜索广告里头。广告里面，对，对，在搜索广告里面。他的这个财报我看一下，他的财报看看怎么分配的应该有一个有一个数据，我找一下看看。好，你继续，我要查一下。我先说着我看有人说有没有可能出现对标 VEO 和这个 Imagine 的这种开源模型？现在的开源模型好像基本上都停滞了，感觉 Stable Diffusion 和 Flex 基本上就停在这儿不动了。Flex 出到 1.1 以后就再也没往前走了。然后国内现在可伶和这个
叫做极梦呢再往前走，但是呢，应该是感觉是在 Flex 的基础上，或者是 Stable Diffusion 的基础上做的分支，然后呢就没有再往回提交代码、再合并或者什么都没再干。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开源模型再想追他们有点难了啊。虽然千问是出了一个叫WAN 2.1的一个图像模型，但是做的挺烂的。然后 DeepSeek 做的那个也做了一个文生图的模型，做的也是非常粗陋。所以呢，我现在并没有看到有开源模型在视频或者是图像这一块真的有竞争力，现在没看着。是没有，因为成本问题嘛，没有商业化模式啊。对啊，没有商业模式，对，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我刚才看到这个 Google 的广告分布啊，对，现在它没有所有的搜索都这一广告，现在上一个季度最新的一个季度50个币，是50个 billion，然后差不多60%，然后第二大的是 Cloud 收入12币，云对，然后第三大就订阅服务和平台和设备10币，然后 YouTube 是分开的 ，YouTube 广告是9币，是，然后剩下还有 Google 的 Network 其他的也小的了，对。就7币比较少，但还是广告占主要的60%了。如果加上 YouTube， 那就是75%了，因为 YouTube 也是广告嘛，对吧？但 YouTube 广告跟那个还是不太一样，就是你 AI 再怎么发展，你不会影响 YouTube 广告，不会的，对，你会去影响这个搜索广告。对，所以说啊，这个东西，这是一个世纪难题啊，这是一个很大的商业模式转变，大家都很着急。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没有人能够预测得到，只能走一步，就是复杂到不可预测，只能往前走，是吧？走到的时候，车到山前必有路，反正流量在他手上，流量跑不掉。对，就是现在我觉得最重要的核心就是抢入口流量一样的，流量思路永远不变。但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接受说像谷歌这样的一个公司，一年亏掉，比如说50个 billion 或者是多少个这个东西，这个是大家不可能接受的。对，这个而且整个广告市场惯性也很大的。就是 Google 知道怎么去平衡这个 ，Google 即使放了 AI mode， 它也知道怎么平衡这个东西的，就不可能那么傻。对 AI mode， 你想想看 ，AI mode 有一个好处啊，你虽然你把单次的翻页的这个数量减少了，但是你信息的深度增加了。但是你整个广告展示的机会少了，因为咱们做广告都是 eCPM 嘛，你等于原来是在这个 AI 里面，你应该是有这个原来你在搜索里边就可以展示几个广告。然后呢，点进去以后再可以展示几个广告，等于这些机会都没了。它旁边一样的吧？它那个右侧不是有网站吗？那下面挂两个广告不行吗？这个肯定跑不掉的，就是在它页面上控制机会就少了。对，确实你在别人网，它 AdWords 少了。AdWords 少了吧？是 AdSense 就是感应的那个 AdSense 少了。对，现在确实都不去网站了嘛，你都直接看结果了。是。但是还有一个好处，你最终你看结果的时候呢，它有办法应该可以把它诱导过去。这是个办法，就是说这个网站可能会因为这个 AI 的出现，是，但这个我觉得很大的问题就是，谷歌呢原来一直说，我是有良心的啊，然后这个我是这个不能够把广告直接插到搜索结果里面去的。但是你一旦是说我这个东西是由 Gemini 生成的，那你广告的东西到底要不要放进去？所以这就跟最后的交易有关，所以广告最后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交易转化率。就是说这样的，我可以说，如果说你可以把 Google 的搜索引擎或者 Gemini， 它搜索引擎和 Gemini 是两个产品，但是它可以完成同样的工作。当我在执行一个事情，我问一个问题的时候，我要查一个旅游路线，对吧？你已经给我了，都写好了，连机票怎么订，价格都给我全部整理好了，说老板你买不买？对不对？买不买？那其实之前就有好多这个第三方提供商，之前是 Google 点完之后你要跳过去嘛。其实 Google Flight 做的是个很好的产品。Google Flight 我现在用它用的很多，因为你要收机票的时候它很方便。但是呢，你最终订网站的时候呢，你还是要跳到别人网站上去，是吧？因为那些网站第三方航空公司做的极烂无比，极烂，有很多做的，但是有的做的好的，它最后这个跑不掉。如果说我们两边，你可以把 Google 想象是一个你的个人助理 agent。然后那个网站提供一个 MCP server 是吧？我挂了，然后这边呢我就 call 他的网站，帮你把所有东西搞完了。然后这个里面，我既然给你通道，我 call 你，我帮你完成最终的这个 action agent 的 action，
给我付钱啊。不，这个里头有一个问题啊，这个是这样，就是 Perplexity 的电商，还有这个 OpenAI 的电商，跟原来咱们做的电商广告是不一样的。原来电商广告咱们是找卖家收钱的，而现在他们是找买家收钱的，就是你要去用这个服务，你要定一个特别贵的这个叫做什么呢？定一个特别贵的套餐，相当于是说我找买家收了钱以后，我向买家负责，而不向卖家负责。那这样的话，这个就是它的逻辑对于我来说是很拧巴的。他是没办法这样设计的，他收不到卖家的钱，他只能找买家收钱，知道吧？卖家为什么要给卖家才是真正捧着钱想去交钱的人啊。对，所以说就是说你卖杯子，我也卖杯子，我肯定说我需要交更多的钱，让最后我的杯子卖掉，你的杯子卖不掉嘛。只有竞价才能产生暴利收入嘛。对啊，所以他这个逻辑是错的呀。对，这不对，这是不对，所以 Perplexity 不靠谱的，这个是，对啊，除非是什么呢？就是我愿意花钱去解决复杂问题，是，懂不懂？就是说有一个任务 action 很难，吧？你帮我去解决一个很难的难题，你帮我完成一个之前是不可能完成的，我愿意按次数花钱去买这个服务，对吧？当然这个服务可能不是我们日常做的这种订票这种，或者订票都可以。如果你真的能做得很好，行程规划，所以我愿意付一点点钱给你。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有更加专业的，比如说我现在在做创作，大家在做研究，公司在做很多数据分析的时候，那公司大把的钱愿意花，你只要能帮我提升效率，是吧？1000美金一个月算什么？1万美金一个月算什么？这不算什么。订票这个事情呢，咱们回过来说啊，你原来也是做过高管的，对吧？你原来的这些助理，比如说你要求他给你订票，你是要付他薪水的，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他会完完全全按照你的需求去做这个事情。那你说这些助理，你说这些助理拿不拿这些票务网站的回扣？他也拿，不拿，绝对拿，都是被公司采购拿的。肯定有人拿，对吧？肯定有人拿。如果你要觉得他们不拿的话，这个事儿肯定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个逻辑它就在这儿。现在等于甭管是谷歌也好，这个 OpenAI 也好 ，Perplexity 也好，都是说我要收订阅费，我要为你负责，就相当于是你花钱请了个助理。但是这个助理呢，最后他还是想去拿这个就是卖家的钱，因为那些人会给回扣。所以说这个供应商想进到 Google 的 Action 的这个名单里面去，你得给过钱啊，不然进不去啊。入口在他那，对，一样的，最后还是卖竞价，只是卖的竞价不是那么展示一个 banner 给你看的。现在还是要把这个理顺，就是要把这个逻辑理顺。对，关键是现在这个自动化体验不好，所以说两边都不好收钱。还得需要一点时间才行。对。不，但是你说最后会像，比如说像美国人，他们谷歌也好 ，OpenAI 也好，他们喜欢的是什么？就是你做电商啊，我做搜索，我做这个东西，咱们各做各的。然后呢，中间我们把这个东西统一起来，或者说把这个让它的这个体验呢相对来说统一起来。另外一条路呢，就是像中国这样的创业，我干脆从头到尾做一个，我把所有东西放一块儿，然后呢，你只要进来去处理问题，我就直接给你搞定。中国人一般是喜欢做这种叫 total solution 嘛 ，all in one 嘛，咱们喜欢干这个。都是这样子，亚洲公司都是这样的，可控性强。对啊，就是你像微信说我也要去做这个听书啊，我也要去做这个叫视频号，视频号做完了以后，我还要直播带货，然后我所有的这东西我全都要自己做，对吧？这个。等到这个什么抖音啊，说我这个东西全都做完了以后，超级 APP 了，我还要去做外卖，我还要去送餐，我什么都要干，然后每件事情我都要干，干完了以后，我要跟你们打的这个满地找牙，对吧？他现在是干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你现在感觉他们的体验不好，可能他那条路就是走不通，只有走咱们这条路才能走得通，就是从头到尾都干一遍。那这种事情分工合作，我觉得在西方社会不会有的，就是大家不可能一个公司把它都干了，不会的，这种事情不会存在，因为这个商业合作是非常分布式的，非常分布式的。其实你像现在呢，超级 APP，这是咱们刚才讲的，这是超级 APP 的故事嘛？这个Meta 其实是个超级 APP。Meta 吗？算，就是它上下的东西呢都塞在一起了，然后呢，这个。TikTok 绝对是超级 APP， 因为它从国内从抖音那边传过来的，绝对是个超级 APP。然后呢，这个
马斯克说我要把 X 做成超级 APP， 对吧？然后这个我就喜欢像微信这样从头到尾全都干的，什么都要有的。所以呢，我觉得西方这边并不是说他就习惯了这个事情，现在他们肯定下一步有可能会变成超级 APP 竞争。我觉得这样子，就是说里面的 service provider 还是要别人做的，他自己不会具体下场去做这个具体的服务。就超级 APP，因为现在连整合都没有，现在你要用什么东西，打开 APP 用另外，只是说现在我们会把整合做的更多一点。我感觉啊，接下来这种聊天工具，为什么大家都要做像 ChatGPT、Gemini 或者说是 X 吧 Grok，他都想往这个 Super Assistant 的方向去做。Super Assistant 就是未来的超级 APP， 很明显的。对，你说 Gemini 以后会把整个 Google 的服务都装进去，对，那么这个人家 Meta 也有 ，Meta 不是做了一个叫 AI 吗 ？Meta AI 吗？那个做的稀烂那个 AI 程序里面，Meta 就属于丢人现眼。对，丢人现眼。这个有一些原因的，这个因为 Meta 之前所有牛逼产品都收购了，全收购了，自己做一个 Facebook。对，然后呢，第二个呢，我上周跟那个谁，跟我一个好朋友聊了一期节目。因为他以前在 Meta 做过，特别有发言权啊。他在 Meta 做过，他亚马逊云做过和微软云做过。对，他就觉得 Meta 的这个云，这摇头。对，这个 Cloud， 因为他首先他不是一个 Cloud provider， 他不是一个云架构，就是云计算提供商嘛，他没有向第三方去卖云服务，所以说他们可能对云的这个架构的合理化理解就需求不一样。然后呢，但是呢，云架构作为整体的这个 AI 的一个最基础的支撑，在这个时代还是非常重要的。还是非常重要的。是，所以这个 Meta 天生就缺一些这种能力。对，所以说他们也绕开了，他们做开源模型，让别人去部署，又不是他自己部署，对不对？对。他怎么说呢？就是我一直觉得像微软呢，包括 OpenAI 呢，属于是有一点点产品驱动，而且相对来说还比较均衡的公司。谷歌呢，属于纯技术驱动，就是技术做好了以后，产品做的稀烂。而 Meta 呢，属于走火入魔的，完全是前端驱动的。谷歌产品做的还可以的。谷歌产品啊，对，我一直觉得谷歌产品做的挺烂的，这个至少跟国内比。对，你这用，就是我两边都用过。我觉得 Google 呢，就是它点到为止了，就是它一个东西做的很简洁，就是可能没有你超出预想的这些功能，但是它能用。对，就是我习惯也就好了。是，这个因为你比如说跟微信比啊，或者跟抖音比，跟这个哪怕你说跟豆包比。豆包我不知道你试没试过啊，豆包我不知道在这个加拿大能不能用，就是字节出的这个超级助手，我没用过。在国内我们现在使豆包使得可开心了，这个东西强大的一塌糊涂，而且完全免费。全免费是吧？完全免费。这个豆包的这个现在这个包括，因为我儿子在上大学嘛，他们大量的工作都是在豆包上完成。OK， 他自己的大模型做的呢，还将就，就是豆包自己的 1.5 Pro 的这个推理模型呢，应该到目前为止还赶不上 DeepSeek R1，但是呢，也基本上算能用了。再加上它的搜索呀什么这些东西还都做得不错，又愿意往里铺算力，所以呢这一块体验非常好。然后因为它还做这个视频啊，因为它有抖音，有这个极梦，有什么这些东西嘛。它往里铺视频，往里铺这个叫做各种的这个绘画功能啊，效果巨好。你现在告诉他给我画一个连环画，是吧？豆包画图，擦边是有一点，故意的营销方法。不，他就这样，你让他给你画个连环画，说你现在给我用机器猫，然后画一个什么什么的连环画，做5期，给我讲一下什么消防知识，嘁哩咔嚓给你画5条出来。而且现在你让他给你写字写中文，现在我见过的写中文写的最好的东西就是豆包。而且你告诉他说你给我写极梦是他的，对啊，极梦是后来那个张楠过去做的嘛，就是原来抖音的总经理跑去做的嘛，效果最好了。就是你说你现在给我做这个蒸汽朋克风的，给我做这个什么烟雾风的，然后写什么魏碑，写各种字体，咵给你写出来。效果好的一塌糊涂，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写中文能写的他那么好的。那不错，那是有本土化特点嘛？对，在这个字体上面。对啊，所以现在就是在国内现在极梦的这个 APP 下载排名已经超过了豆包，超过了所有这些东西，冲到前面去了。因为字节的风格就是这样，我发现这东西行了，投了流进去以后留存在这儿了。
那就投呗，反正有钱，对，看呗。对，吉梦我用过还不错，我用过春节的时候用它画过那个财神，然后就因为只有他画的好，财神对，其他人画不好财神。他做的那个什么也非常好，就是做的这个口播，就是我给他一个我自己的头像，然后说给他一段话，说你现在按照我的声音把它重新讲一遍，这个效果好极了。因为我前面有一段时间阳了，说不出话来，然后每天我就拿这玩意儿录10秒钟的这个短视频扔到 YouTube 上去，效果极好。这个声音克隆是吧？因为他人也是在动，就是我用 OpenAI 的那个模型去做的，就是我给他张照片，说给我画成这个皮克斯3D 的这个头像，然后你把这头像扔给他，说我现在要用这个叫做形象，然后用我自己的声音克隆，然后给他写一段话，然后就给你做出来，效果极好。然后很多人都说这是你说的吗？一般我的这个听众就问我说这是真人说的还是机器说的？哎，我说这是机器说的，没听出来吧？多长时间声音可以？多长时间就喝了？10秒钟？不是多长时间，因为我呢是免费的，每天送给我的积分就给我做10秒钟的。哦，这够10秒钟是 OK 的。对，你如果是这个就是钱比较多的话，它是可以做到几分钟是 OK 的。了解，效果还是真的以假乱真。对，我回头去体验一下，我回头试一下。体验一下。是的，豆包里边的。 OK， 我吉梦还是豆包？吉梦啊，就是豆包里边调的其实是吉梦的东西。而且吉梦现在有 API 出来，你可以直接通过 API 调的。OK，试一下回头。对，像这个什么我们回到这个IO 这个地方。因为这一次的话，还发了一堆跟眼镜相关的东西，说哎，谷歌眼镜要回来了。你一直是很喜欢眼镜的，这个你怎么看？对，喜欢眼镜的。对，他发的是那个 Android XR 系统，就是build 这个 Gemini 的这个系统，就是它的这个专门给眼镜定制化的一个系统嘛。上不是发几款嘛，发了一个有点三星抄这个 Apple Vision Pro 的那个是吧？那个 VR 眼镜，然后又发了一个这个圆形眼镜，2个品牌合作，我记得有一个是 Gentle Monster 是吧？它跟那个有一个是 X-Real， 还有一个是什么 ？X-Real 是中国的一个团队。哎，它是2个品牌，这个原型是 X-Real 做的，对，但是呢，时尚品牌 Fashion， 因为它要卖嘛，它要卖 Fashion 嘛，它就跟那个 Meta 和雷朋合作一样吧？是。因为 Google 肯定不会自己做任何硬件嘛，肯定是在找代工厂嘛。对，Nreal 做的我知道。对，然后呢，这么几个这样合作的，他们来做的这个设备，其实 Google 主要是在发的是它的这个 XR 系统，Android XR， 然后 building Gemini， 然后把它的这个 Project Astra， 然后不是在那演示嘛，扛自己修自行车，然后这个里面眼镜在里面，这前面有一个那个Astra 的演示，后面演示就2个人。在用印度当地话翻译是吧？这个太奇怪了，对不对？是在全世界面前展示印度俚语，2个人对，在做翻译，大概是这个意思啊，显示他们技术比较牛逼，但是他好像卡了一下在现场，他们2个人是即时翻译的，就是这个眼镜在做这个功能。我觉得这个智能眼镜是 AI 助手入场非常好的一个切入点。而且接下来就是巨头 B 站的位置，明年2026年苹果发嘛，这个已经是在计划之中了。他可能今年年底，或者是在今年的这一次 WWDC 上面就要宣布。可能就会宣布，有可能在今年9月份或者明年年初。我觉得以苹果的调性应该没那么快，他们都是要犹豫个3、4年，然后再磨蹭个2、3年，然后就拉倒了。这个已经是我跟内部人聊过，就是2026年。2026年就是眼镜，这种眼镜而已，对，智能眼镜而已，不是那个 XR 的这种头显眼镜而已。但是还有现在有人在讲说那个 Vision Pro 要出2，但是我现在感觉有点难 ，Vision Pro 可能是绝唱了。会出一个我也不知道，这个我们猜不到，这个没法猜，有可能是，有可能不是。但是呢，你这一次看到这个，因为是 Nreal 代工的嘛，然后可以看它的眼镜跟 Meta 发的是不一样的。Meta 它那个叫什么来着？忘了，上次小扎演示的那个眼镜，那个眼镜它是有空间感知的，然后它能够
你的头动的时候，它能够知道这个跟着你的这个头自动去识别，它有那个内置的这个叫做空间识别，然后定位的功能。但是现在这个眼镜 ，Google 的眼镜它就是贴了个屏在前面，你头动它就跟着你脑袋动了，它不会自动锁定目标。对，这个差别比较大，就这个差别。然后其他的应该都差不多，因为这个东西就是 Meta 的那个 Reality Lab 花了这么多钱去研究的，包括这个 Vision Pro， 他干的事情叫空间感知嘛。这个互动的场景可能会多一些，但是我觉得为了看速度，就像 Nreal 这样干一个也行，反正贴在前面够了。能够做翻译啊，能够给一些信息你就好了，你不需要去感知这个周围的物理空间，这个太耗电了，也太耗算力了啊！我在国内是见到有人戴着类似这样的眼镜在街上走，因为它这个眼镜是这样，它前面是个墨镜，然后里面是一个叫做什么呢？里面是一个这个半透明的镜片，它实际上要比我们的眼镜大概要长出这么一截来。然后这种东西呢，实际上是它带了一个像充电宝似的东西，是算力空心，然后把那个东西揣在兜里面，然后就可以上街，但是还是很危险，因为他们有的时候还是会撞到墙上。对，刚刚有人在问，其实不是 Quest，Meta 发的那个 Orion 奥丁那款，就是原型机，但是它真出的时候可能还是叫 Meta Glass， 在那个现在这一款的第3代或第4代之后的版本的，是。它 Meta 是惦记在这个透明的镜片里面直接让它去显示，对，那个就很费劲了啊。那个也是一个中国的公司提供的技术嘛，在镜片里面，它用那个光线曲折在里面显示的，是折进去的，是。这种其实眼镜的东西还是就是眼镜的空间还是太小了，干这个事情很费劲。对 ，see through 和 pass through 不一样 ，pass through 是合成的，对，是我用外面的摄像头完全给你合成的这个，那 see through 你就透过去嘛，就直接看，是。那么这一次的话，谷歌 I/O 等于是发了这么一大堆的东西出来，然后你觉得这一次就是咱们现在讲到就是 Gemini 就是操作系统这条路，到底是走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或者想怎么向下走下去 ？Gemini 现在它就有点像谷歌云端的智能操作系统 Intelligent，然后呢，它在 power 所有的 Google 的产品，所有的基本上所有的。Google 任何一个产品线，因为 Google 这个公司就是加工信息的嘛，存信息、储信息、收集信息、给信息。那么呢，你在这个信息之上 overlay 一层 intelligent 不是很方便嘛，对不对？你看它新的这个 AI mode 的搜索，它不是把它什么 Google 的什么 info 那个 knowledge graph 什么 map、YouTube 信息全部汇总过去，然后它去深度检索，然后就给你答案嘛。这不正好是一个非常好的应用嘛，就是 deep search 用在搜索上面。然后呢，这个是搜索最强大的嘛。然后你像，那个 VOE 的 VEO 是吧 ？VEO3 或者是 Imagen VEO 这个产品，它现在虽然出了一个 Flow 一个专用的工具叫创意工具，但是它这个 Flow 也是挂在到 Google 下面。这种产品应该还算是实验性产品。你最终 Google 有最好的流量就是 YouTube， 像我们这样像老范这样的博主是吧？你以后你只用写个台本。你花点钱，你买它的这个服务，它后面的画面都这么生成的。这个梦想很美好啊，但是距离实现还非常非常遥远。这个因为我呢是最近去买了个无人机，买了个大疆 Air 3S，然后发现让任何的智能剪辑去剪辑这些视频都是不现实的，对，根本就没法整。而且人剪辑的话直接吐掉，因为无人机就是。我们看到的是很美的视频，但是呢，你中间废掉的那部分视频就跟那个打 FPS 游戏似的，就整个是晕的。对，是的，但是这个需要时间嘛。远景是这样的嘛，远景最终都要 AI，因为我刚才举了个例子嘛，搜索的例子嘛，它 deep 到里面去都挖掘出来，然后另外一块呢，再帮你生成内容嘛，生成内容你可以看得到，像 YouTube 上面，包括现在的你用 Gemini 的这个 Deep Research， 它可以把这个 Deep Research 的结果。给你生成 quiz， 给你生成 web page， 给你生成各种。现在呢，这个确实是这样的，就是你可以生成语音，可以生成，比如说 Notebook LLM 啊什么这样的东西，它可以生成语音。怎么说呢？国内的状态是这样，因为我一直觉得在社交媒体这一块呢，国内要比美国至少领先个2到3年。国内现在在干的事情就是在全平台清理 AI 账号，只要你的账号里的内容是 AI 生成的，全都干掉。是吗？
对，一旦被识别，你这个账号是 AI 的，什么 AI 暴力起号什么这些东西全都全删掉。那是因为起号嘛，你没有 AI 还有其他方法起号吗？对，这个它是这样的，就是它呢还是要去保留这个真人，因为你真人像我们这样的人去跟 AI 竞争，你是竞争不过的，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对吧？然后你最后如果把我们这些人都干掉了以后的话，他现在 AI 的能力又没有办法吸引其他的真人坐在这儿看，他一旦把流量分配给这些 AI 的这个账号了，可能他的观众也都流失掉了，那他的整个的商业模式就崩了。所以他们现在干的方式就是把 AI 账号全干掉。这个还好，这个你在 Instagram 上面也看到，就上面有个 AI 的一个标志。对，它上面它有个标志。抖音现在也开始加这个，就是一旦是 AI 生成的，就给你加标志，说这是 AI 生成的。然后呢，你如果是 AI 起号的，就直接删了。对，中国做账号运营那就太厉害了，这个生态太猛，知道吧？太猛。这个在运营账号运营矩阵在海外好像没什么。有一样，不多。因为我知道好多做短剧的、做什么的都是在 YouTube 上做矩阵的。YouTube 上非常多。OK， 我可能不是特别了解。因为我现在看到的就是，我自己做 YouTube 嘛，所以每天我都会看到流量的这个变化。最近一段时间流量就在下滑，就是在4月份以后，流量一直在下滑。为什么呢？就是有大量的 AI 的账号上来，因为它总是要去分配这些流量嘛。AI 账号其实更 SEO 的能力更强，就更容易获得流量。你喜欢听什么，他就做什么嘛，对吧？他天天的不停的 A/B 测试嘛。对吧？而且上来以后就是那个来给我查一下谷歌热词榜或者什么这个东西，然后怎么去应对搜索，对吧？它是这样出来的，而且它可以不停的去调这个各种的跳出率啊什么的，这个它的制作的这个流程和成本跟咱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认识，就是我们有一个群是全都是 YouTuber 就发现从4月份往后的流量就在下降。那 Google 没有应对吗 ？YouTube 对这个事情？他现在还在去搞一个事情，就是Google YouTube Short 在跟 TikTok 在打仗。他现在在说我的 YouTube Short 的这个流量已经超过 TikTok 了。他现在在不停地干这个，所以你在上面做各种盗版内容、搬运内容、AI 内容，他是不管。对，他一定是说我打赢了以后，然后我再调这个东西。对，那只是说现在 AI 生成还不够好。对，那迟早有一天会很好的。现在 AI 生成，比如说我们看到 YouTube 上面有这个音乐视频啊，就是后面是在放一些音乐，然后呢前面呢是用这个估计是 Stable Diffusion 生成的这种很暴露的美女，然后呢再加上一点点的这个镜头转移啊，或者是这个很简单运镜的这个视频生成，然后呢生成了比如说一段有10几秒，然后呢可能有个5、6段，然后再把这些视频整个拼起来，然后拼成一个1、2个小时的视频，再配上音乐，就这种视频现在非常火。对，这照片就比较暴露嘛，是吧？然后配上音乐，你反正自己可以听嘛，你也可以看。对，配上一点AI 生成的音乐是吧？对啊，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在暴力起这种号，然后暴力起这个读书号、讲故事号，然后那个短剧号，然后把国内的短剧，然后上那边去刷，一堆的人去干这个事情。这都是中国团队在干，我估计。这基本上中国团队干，对，这边少。所以就是我们的流量就都被他干掉了。所以这平台现在他还没有偏向去打击这些号码。现在他呢肯定是这样，就是最终的打击呢不会是像中国一般是喜欢像一刀切，我从今天开始什么什么就干掉了，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呢是叫宁杀错勿放过。谷歌的一般方式是什么呢？他会说我们去制定一个规则，然后比如把这个AI 率达到多少以上的我去取消推荐，然后呢把这个叫做什么呢？把这种叫做有版权侵权的啊，或者说你有擦边的，我给你干掉。它一般会出现这样的这个处理方式。它呢最终还是要靠算力上去了以后呢进行筛选。了解。反正这种问题迟早都要面对的。你现在只是说大家是吧，人做这样的东西，对，有流量了还是有人看。但以后 AI 做得更好的时候，那可能会有个临界点的。对，这个 AI 现在看其实是比人做得好的。
看电影是吧？你现在稍稍拍个大片，哪有不用 CG 的是吧？对，你现在活人演的，真人演的，像我现在每天刷抖音，刷什么呢？就是这个今天是5月24号啊，就5月24号早间新闻、午间新闻、晚间新闻。然后呢，它实际上就是搜索，用 agent 直接搜完了以后生成稿，然后机器念完了以后呢，自动的去配一些跟这个内容有关或者稍微擦点边的视频贴进去，然后就说哎，这就是这么个事了。然后这个我就基本上算把今天上午的事儿都知道了，中午的事儿都知道了，晚上的事儿都知道了，就是他一堆的账号在干这个。那账号最终他赚钱就是靠矩阵赚钱。对，量大了以后他靠矩阵赚钱。对，因为平台都推荐新号嘛，推荐新号。不是，它成本非常低，这个也是有这个广告收入的，它有一定广告收入。可以，这个你熟，你现在比我懂。这个我觉得，但是这条路很累啊，这条路就是对于我们这种做口播的人就很辛苦了。对，如果是这纯粹流量思路，但是我们觉得你要做内容嘛，你自己不创造一点真实的东西，那你做这干嘛呢？对吧？靠着赚钱嘛。是。赚钱的方法很多种嘛，为什么要选这一种呢？对啊，是，就这种你肯定卷不过它。对，没必要选这一种啊，对。累。那么现在的话，这一次的 I/O 完了以后，大家对谷歌的看法怎么样呢？就是还是觉得它是 OK 的呢，还是怎么样的？就是从股市上啊，从这块的表现上，你看前天全部都跌了是吧？就谷歌一个是绿的，就是谷歌发布 I/O 第二天，当天是跌的，当天是才下跌，但第二天就他一个人，就他一个人绿的，一枝独绿，对，一枝独绿，对，这个那么就是资本市场还是认这个故事的。短暂认一下吧，我觉得资本市场还是在长期对它的这个搜索切换能不能赚更多钱有怀疑态度。是，但是呢，资本市场很矛盾嘛，就是你像 AI 肯定是未来，而且谷歌 AI 现在表现的不错，公司执行力也不错，是吧？Gemini 也这么好，那么大家就赌一把呗，你既然能够把它执行出来，那我也赌你他妈以后广告能切换过去，是吧？这个但也不知道，你现在你投 AI、OpenAI 或者那些没上市的公司估值都那么高了，这里还不投一个这么保守一点的是吧？有确定性的，有财报的。对，所以说按照这个道理下来，它也是我觉得是 OK 的。对，了解，就是大家还是对它有一定的预期的。对。那么前面的这个Microsoft Build， 我觉得就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没什么印象。我唯一的印象就是山姆奥特曼来了，然后马斯克也来了。微软一直都是这样。微软其实不是一家，其实微软不是一家做产品的公司，微软是一家 to business 公司，它 to 商业的，它的所有的销售团队和销售技巧，全部是为 Mentex 这些大型的这种公司，因为 Office 嘛，它最重要的市场都能用它，所以说它其实不是那么 Windows 做的也是像一把渣一样是吧？做的，现在稍好一点点的能用，对，还是一堆问题，所以说它从来都不是一个会把产品打磨了。你说这个产品内部的这种连接性做得好，微软其实做的一般，对，这个 Google 还好一点。谷歌的连接性做得好，是对于像我们这种叫轻用户，但是你真的对于这种大企业啊，或者是政府啊，这个就是很封闭的这种重型用户的话，对，微软会伺候的非常好的。对 ，Google 就是容易把别人的东西都往自己云上搬完了之后，它有一个很优雅的自己认为很优雅的解决方案，结果放进去了，别人这个我要私有的，那个我要私有的，我怎么搞？没法搞。一方面是私有，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谷歌也好，亚马逊也好，它有好多东西是需要用户自助服务的，就是你自己还是要，对，就跟那个，比如说你到加拿大住着，你需要自己去修剪草坪，对吧？你需要自己去修房子，需要去做各种电器修理。微软的话就是这个交钥匙工程，您说吧，您要弄什么东西，我一次给您弄好，然后下次再有什么您再叫我，然后我再来。就是微软属于就是伺候老爷的那种方式。对，就是谷歌经常就是你给他个东西，有点像半巴拉拉的东西似的。对。然后现在的话，还有人在提说，是不是大家都要去做这个 agentic AI 了，就是做这种 AI agent。那么这块的话，谷歌做的怎么样呢？我觉得好像没怎么提这个事情。
它不是做了一个 Agent Mode 嘛，Gemini，对，这是很大的一个，它前面跟着这个，其实就 CEO 讲了嘛，Agent Mode，那个时候他们就是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他第一个开场前面就前3个最重要的话题里面就讲了这个 Agent Mode，这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看了这场发布会的，然后才是那个 Demis 的讲 Gemini 的愿景，变成 World Model，对。这个是他自己来看的，就是我说 Gemini APP 要成为这个你的个人超级助理，它必须得有代理能力，然后它能够指挥浏览器怎么工作，对吧？以后 Chrome 就是 Gemini 的这个工具 ，Chrome 就是它的工具，Gemini 用它就好了。但是现在的话，还有一个谷歌要面临的问题就是，美国的司法部要求它拆 Chrome。那这个那还早着呢，这打官司，它还打10年的赔。且扯皮呢哈。对，因为 OpenAI 已经说了，我要买。对，现在正好嘛，谷歌还可以叫惨嘛。你看我现在我自己广告都要被自己搞成这样了，它贴哭惨了，对吧？这个都是打官司打下去好了，这个问题不大。而且现在你看这一任政府说你要肢解美国的这么巨型企业，那不是削弱美国国力吗？是。这届政府是要玩 MAGA 的。对，这个，但是你看啊，现在 Perplexity 是出了浏览器，就是他自己做了一个单独的浏览器。OpenAI 的话，我估计它也快了，因为它已经把 Chrome 的核心开发人员都挖走了，就准备自己去上了。然后国内的话，现在是每天豆包和这个夸克都在告诉我说，把我设成默认浏览器吧，因为他们都是 Chrome。实际上前面就是第一栏是这个 AI 的这个助手。后面实际上就是个 Chrome， 对，所以你们一定要把我设成那个默认浏览器，一定要把我设成默认浏览器。现在在开始抢那个默认浏览器入口了，这个还有点难吧？这个我觉得，推广浏览器的时代已经过了。我呢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很重的使用豆包，就曾经用了1个月的时间吧，把豆包设成了默认浏览器，然后发现它巨不好使，就是因为它跟那个 Chrome 的核跟的不是特别快，而且呢，它的这个兼容性做的也不是特别好，很多网页到里头会卡死或者打不开。对，所以说这个东西，我觉得 AI 的下一个入口级突破，在目前的手机系统上面，你还是挑战不过这2个。因为我说的北美市场就是中国之外的，因为这边市场很简单，就安卓 iPhone， 就是 Google。没有了，然后Google 还有个三星嘛，三星其实也是安卓，是吧？一样的。安卓就2个系统，而且大家商店都是 built in 进去的。那这个你想从这个入口去挑战它的这个默认，这个基本上没有可能性。这2家完全控制了。然后第2个操作系统呢，有 Windows 和苹果，但都不是次数的，我靠，怎么会把东西让给你？对，从操作系统级别上面。现在他们就是说，我们 Chrome 就是一个，或者叫浏览器就是一个操作系统入口了。就是你打开了以后就是浏览器对，然后因为本身 Google 就在设计对吧 ？Google 整体的生态都是围绕着这个 Chrome 作为入口，因为它是 Cloud 嘛，云端嘛。是。你想想看，这么多人在用 Google 的云搜索和 Gmail，那么还有 Google Drive 这3个东西应该是普及量非常大的。那么，他一推荐用 Chrome， 大家都做 Chrome 了。对，这个你很难把这个市场从他们直接 Perplexity 根本抢不走的，但是小众中的小众了，这个还早着呢。我觉得能够抢 AI 入口的，只能像 OpenAI， 他们昨天不是和那个 Eve 是吧？这个是要做新硬件，然后呢，一个是新硬件，类似的可能会有一些小硬件，类似这种东西，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眼镜，这2个有可能会是。昨天那个新闻出来以后，一帮人说，哎呀，做了半天还不如出个柜呢。对，出个柜，对，是的，出个柜。对，他这山姆在第2天发了一个出柜的，对，特别搞笑啊。是，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奇葩的东西。那么下面的话就是再下一次的就应该是 WWDC 了。对，6月份，6月几号忘了，6月5号。好像6月5号、10号吧。但是苹果这一次感觉就是明显落后了。对，苹果的 AI 上面彻底是干没了，做的鬼东西太烂了。对，苹果唯一在 AI 上做的还不错的就是我很喜欢我的 MacBook 上的这个 我这有一台这个新款的这个 Google 手机嘛 ，AI 其实非常好，非常好，Gemini 在里面无缝，体验特别好。是吗 ？iPhone 的对，我还蛮喜欢这一只手机，我装的是那个 Google Fi 嘛。
对，我这个手机专门用 Google Fi，对，反正每家都能用，就是它也没有限制。这个，然后我漫游的时候，你离开北美国和加拿大3个月以上，它就自动停。对，3个月回来充一次电就好了，回来待2周，待1周你就续上了，那这不会再停你了，对，然后再回来，反正每个季度就是怕人买回去买走，如果买走在中国再来翻墙多方便了，是吧？还有无限流量，但是现在那个什么嘛，就是从iPhone 17开始，中国的运营商准备去支持 eSIM 了。是吗？因为 iPhone 17 Air 它就彻底没有没有这个 SIM 卡的地方。对，没有插不进去嘛。是。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因为你一旦支持 eSIM 的话，我就直接可以去买这个 Google Fi， 然后远程就直接写进去了。是可以买，但是你要3个月回来激活一次。我就用3个月不就完了吗？3个月完了我换一个。也行，这是个办法，对。对啊。而且到时候不行，我就那个什么呗，我在美国找一个账号，或者说我在这边做一个什么样的梯子，我找一个账号，然后那个直接 transfer 到那边去重新激活它就好了，然后再弄回来。你必须在他的美国的网络里面，他认可的网络里面才行。我觉得就是挂 IP 就好了，这个还是有很多方法的。中国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方法去偷 IP 的。对，是的。刚才说到哪了？说到眼镜是吧？眼镜对，然后说到，这个现在他讲 Chrome 里面是带 Gemini 的，但是我看到我的 Chrome 版本是，他说是从126版就开始有，我现在都137版了，我也没找到我的 Chrome 里头哪有 Gemini 啊？那我也没注意，对我好像这里面也没有，我不知道，没去研究。对啊，他说他的 Chrome 里面是带 Gemini 的，我就想去找，我刚才开始直播之前我还去升级了。我现在是137.0.7151.41正式版，没找到。我是136嘛，0713。136，对啊，这个它据说是126开始就是 Gemini 了。不，那你在上面，在这个搜索框上面打上一个 @Gemini， 它会出现的。这个是有的，但是那个效果极差，我试过，因为它是 Gemini 确实会给你回复信息，但是在回复信息的时候不搜索。对，还没有公测，别人说了还没公测。没有公测是好吧，需要测试用户。这个好麻烦。这个好麻烦。哎呀，这个我觉得谷歌的这一次呢，也还算是，我觉得咱们做个总结吧，算是一个，很老的公司，很大的公司呢，最后的，你说他回光返照嘛？这个话说的有点太难听了，对吧？但是呢，他这个绝症到底怎么治呢？他自己也没想明白。我觉得 Google 的绝症一大公司病嘛，这个肯定不可能没有的。大公司病是一方面，它的最大的绝症还是它的商业模式转不过来嘛。那这个他转不过来，别人都转不过来，就他垄断了。我觉得这个不是问题，只要用户找他就好了。哪怕他有阵痛，他真的收入量下降了，对吧？那就冲击上去股市股价跌一下呗 ，PE 往下滑呗。但是不影响啊，没什么影响啊。你 AI 时代能接上，承接上。你后面有的是新机会，你不用担心。你跟我们刚刚做移动互联网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赚钱，根本就不知道。了解，就是说他只要是继续把持流量，然后呢，在 AI 里头保持领先，就是后面的事情车到山前必有路。对，这路都是人想出来的，一定想得出来，有办法的。对，一定有办法的。只是说这个，哪怕说这个广告掉下去了，这个竞价没那么高的暴利收入了。他肯定得想办法从用户端或者从商家端更智能化完成任务啊，这些上面去把这个钱给撸回来。对，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去思考，因为到现在为止他们都没有想到正确的方法。对，是的，你得去看看 AI Mode， 我还没用，他还没给加拿大开放，我靠，这个，你都没开放，我就更甭费劲了。这个，哎呀，真是。现在美国这种 Gemini 特别喜欢先开 US 和 UK， 因为 Gemini 是因为 DeepMind 是美系的英国公司 ，DeepMind 在英国嘛，对，所以他一般先开这2个国家，然后才是加拿大，加拿大是对第2梯队啊。OK，
加拿大这个我估计加拿大也没有罚过他钱，像英国有时候还罚他笔钱什么的。但是加拿大有个隐私法案，他也怕，对，也会被罚款。好吧，这个看看后面到底会发展成什么样吧。然后呢，下边我觉得等这个 WWDC 开完了以后，咱们可以再聊一聊，看看苹果到底是向哪个方向走。苹果也属于是手里有流量，对吧？我有这么多 iPhone 用户，我有这么多 Mac 用户，我有这么多的这个苹果全家桶的用户。但是呢 ，AI 到底怎么样，甭管好不好使，反正你们还是得上苹果上来使来。对，它是硬核流量啊，想想看，硬件层的流量，我操，这谁都挑战不了了，对，太牛逼了，这个流量，还是软硬一体的流量啊，坚实的底座，它的流量比微软靠谱多了。是，因为现在跟中国的是要跟通义千问合作嘛，现在合作过不了关，因为美国政府还在审核。对，说这个阿里是一个军民两用企业，然后你把这东西给他用了有问题。是吧？哎，写的稿了，对，不知道苹果这今年会发，我感觉它的 AI 都发成这样了，还能发什么呢？只能发眼镜，或者中国唯一能干的事情就是降价呀。现在苹果在中国最大的新闻就是降价 ，iPhone 降价了，而且是官方降价。我说它的发布会啊 ，WWDC 新上市系统能，这它的 Apple Intelligence 发完了，还能发什么？我也不知道它能发什么，对。这个Vision Pro 我估计应该不太会往前走了。眼镜只能发眼镜了。发眼镜，对啊，那没别的东西了呀。没什么东西可发了，发个什么台灯机器人？不，WWDC 的标准是这样的啊，就是每一次 WWDC 出来以后，就是 iOS 现在呢是18.4、18.5嘛。通常是 iOS 19主板，对19，对。然后呢，这个iPad OS 19，然后是 iWatch OS 什么 tvOS， 然后他把这个东西啊全都上一遍。这个一般是 WWDC 标准干的事情。但是太常规了嘛，就是厨子从来不想一下颠覆一下，对吧？厨子就是干这个的，妈颠覆了锅会翻的。这 Tim Cook 的 Tim Cook 的了，对。对啊，厨子就干这个的，而且现在 Tim Cook， 你想一边是跟中国这边的销量在暴跌，因为原来是中国还是能稳住的，现在稳不住了，因为它 AI 上不去嘛。然后另外一边这个川大爷昨天晚上跟他讲的说，你如果在美国销售的这个手机不是在美国生产的话，我要收25%关税，开心死了。OK， 对吧？所以他们这个真的是内忧外患。对，所以股价要跌回去了嘛，跌了190了。对，总统都不喜欢他。对。他们，而且苹果还有一个问题解决不了，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跟英伟达是有私人恩怨的。是吗？对，英伟达当时出了一个显卡给苹果去用，然后呢，这个显卡其实做的不好，然后导致产品过热。然后呢，黄仁勋呢又耍赖说，我不愿意赔钱，说这个我就这么凑合了。然后从那以后，就当时乔布斯还活着呢，就留下遗训说我们永远不用英伟达的东西。所以到现在为止，它的算力中心是用 M2 Ultra 跟 M4 Ultra 来拼的，它里头没有，就很少有英伟达算力卡。对，它是有私人恩怨的，而且因为上一代的这个乔布斯死了嘛，所以后边人遗愿留下来，你谁敢改？先皇遗愿，先皇遗愿，遗训。所以他没办法，他在这一波他就上不去。对，确实挺难的，苹果也挺难的，但是苹果确实硬件也是做得好，哎，这个对啊，做得好，现在还没人所以他最后就变成说我就做硬件就完了。对，是的，这我们真的到了一个时代的拐点了，转折点，很多公司之前的这个旧的印象都要打破了。对，不要用旧的眼光看。互联网时代冒出来的公司呢，其实是谷歌，和美塔。美塔其实基本上是一个移动互联网公司。对，就是如果没有手机的话，或者没有智能手机，就没有美塔跟 Twitter 的事情。就是智能手机其实基本上就是在原来的手机上可以使用 Facebook 和 Twitter。谷歌呢算是互联网时代的啊，微软算是软件时代的，就是它等于每一个时代会有一些新的公司出来。AI 时代呢，现在看来就是能出来的就是 OpenAI， 可能还有一个 Anthropic 最后到底是能独立活下来，还是最后被谁吃进去都不好说。
OpenAI 现在其实也还在跟微软在折腾这个事情，微软现在应该还没有放弃说我要吃掉 OpenAI 的这个念想，对吧？这个 OpenAI Sam Altman 还是有野心的，还是想独立的。他有野心，所以这一次他没有让 OpenAI 正式的私有化成功，可能也是要去对抗微软。你上面还有一个非盈利机构作为董事会来去管这个事儿的话，那微软你想收我就收不进来。对，你要不然40%几的第一大股东这个事儿真不是开玩笑的。对，这 AI 时代目前来看确实是这么几个，然后还有一个 XAI 嘛，现在没有 Twitter 了，没有 X 了，只剩 XAI。对 X 被 XAI 收购了，合并了。对，所以说也算是巨头了吧。小巨头。XAI 的东西，我觉得还是挺不稳定的。因为马斯克是2周之前就说 Grok 要出 3.5， 到现在也没出。对。他最后到底能走到哪一步不好说，他这个里面资本的影子太重了，就是他的估值完全跟他的用户体量和使用的这个体量不成比例。所以说他的2个公司合并的嘛。是。我们还投了一堆钱给他里面。对。你是投到 XAI 里去了？对 ，X 也有一点。合这并个无所谓，你过去了，它等于就算是这个保住了嘛。你等于走 XAI 的估值了嘛。对。而且他做完这种合并以后的话 ，XAI 最近好像又在融嘛，说这样就会再拿一个新的估值出来嘛。对，他还融20个币嘛。对啊。我觉得就是冲着马斯克的名字，但应该还是能够融得到的。可以，没问题的。对 ，AI 里面总是有一个巨头公司得有一点邪气的嘛，这种风格的。对。Grok 这样的，对，不然都太他妈这个太左了，这里面。但是你觉得像 Grok 它有可能会得到一个跟它的估值相匹配的用户使用量吗？现在极度不匹配。对，现在不匹配，还很非主流。对。是。因为我还调了一些它的 API， 效果其实一般。就是我是写了程序，然后把那个 XAI 的 API 调进来了。没关系，还需要时间嘛？他最年轻的一个嘛，而且是临时组的团队嘛，我觉得需要时间。而且想想看，人少，而且他的这个什么 Tesla 呀、机器人啊，是吧？这些东西都能够用他的这些智能嘛，这个还是不一样的。它还是有基本有另外一些想象力的基本盘的。物理 AI 嘛。Anthropic 有多少人？Anthropic 有多少人？Anthropic 应该之前我了解的时候是500多人吧，400-500多人。我之前最开始投他的时候是有几千人。我们投他的时候，他只有200多人。对 ，OpenAI 是有几千人 ，Anthropic 我估计现在应该也奔1000去了。快了，对。那个 XAI 的话，大概也现在应该不到500，大概200-300人。对。现在就期望能不能够在大语言模型之外发展一些新形态的智能出来。这个挺难的，因为我现在觉得在整个的语音、视频、图像这一块呢，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发展。对。就是图片这一块，现在做的方式是什么？就是开始上 AI agent， 就是我先在里边做推理，推理完了以后呢，再去进行单独的生成，完了最后拼出来。这块呢，确实是可以更可控，但是它的艺术性啊什么这块根本没法弄，很难搞的。人类最后的战场，对，把关。是。因为现在就是文字模型已经开始叫百花齐放了。特别是有 DeepSeek 和千问这样的开源模型出来以后的话，现在大家都在疯狂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微调，各种各样的折腾。对。但是语音模型，然后这个其他的这种图片模型、视频模型的话，都在几个大厂手里面，而且这几个大厂呢，也都做的一般。这个我觉得对于图片来说呢，对于现在前面的几家，我觉得一线的就是 OpenAI， 包括特别 Gemini 这几个，都是他们
训练下一代模型的副产品，因为多模态造成的，对，它必须要合进去，它必须要把这个模态合进去，让模型能够看懂更多东西。最终因为交互路线是先读文字嘛，然后再从图片里面萃取文字，理解本身图片的构造，然后再让这个模型去看视频，理解空间，然后最后再让这个模型直接的空间里面，或者是 3D 的模拟空间里面跑。你最终你要 World Model 必须得和这个世界交互，也有体验才行。这个是已经验证的，可以实现 AGI 智能的一条路线。为什么不往这个方向走呢？所以说那些都是副产品。好吧，那按照你现在这个说法的话，就是这个 scaling low， 对，继续扩大规模，继续扩大规模，然后继续买 GPU。你听一下最新的那个谁的播客，那个打 work 那个哥们名字我不知道怎么念啊，挺怪的。那个他的播客，他刚刚昨天还前天采访了Anthropic 2个研究员的，那期播客特别有料，2个半小时，就讲到了这个 scaling low， 刚说继续有效，而且是 pre-training 和后面的 RL 都有效。对，而且 pre-training 他们特意讲了一下那个 tasting 的问题。为什么 Cloud 的模型？我觉得 Cloud 的模型是最有品位的。他们确实在人工的，就是 human 参与的这个 RL 上面，他们下了好多功夫。是，人类标注，人类去把我的价值观、我的这个品味带到这个模型里面去，是 Cloud 的这个到位。对 ，Cloud 4我看了一下 ，Opus 是终于更新了，但是不敢用。100万 token $72还是70几美金？输入15美金，真贵啊！你直接用它那个前端不就好了吗？我用不了，他对这个 IP 特别严，我都是调 API 的。OK， 确实贵了，确实贵，但是效果也确实好。对，因为我对它的这个使用，它的生成的内容的描述语言我是有让他写东西，我是比较有感觉的。我觉得他是最像我写的东西。我知道因为我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我会让他参考我的。他对于我的这种文风的模拟做得很好。这个因为我现在用 Cloud 里头，唯一敢用的就是在 GitHub Copilot 里头，因为我是$1001年的那个买的会员嘛，他就让我去用。但是用一段时间，他说对不起，我要让你排块对了，等一等。对，写程序确实是Cloud 4 Sonnet。对，又一次称霸，中间有短暂的时间被 Gemini 2.5 Pro 抢过去了，然后呢，现在重新王者归来。对，是的，他这个调教确实做得好。是。OK， 我觉得咱们基本上算是把 Gemini 就是把谷歌 I/O 吧，咱们俩其实也没有说谷歌 I/O 这一个点，就是我们把最近的几个事情呢稍微串一下，然后呢算是对齐了一下。然后后面的话就是6月份等这个苹果 WWDC 开完了以后，如果他实在是挤牙膏啥也没出来的话，咱俩就约一期骂他。对，我们猜一下，他要不发超薄手机，要不就发眼镜。超薄手机应该不会，他所有的手机都是在9月份。对，那有可能是眼镜。所以他6月份就是 iOS 19、iPadOS 19，然后这个 macOS 现在好像15吧，应该是发16了，就是他可能在这个时候会整个的翻译期就该干这个。他要是不搞个眼镜的，真的没什么好看的。你软件升级好看的。对啊，对，是。而且 AI 总得说点啥呀？对，他不说 AI， 基本上的股价继续废了。如果他到时候不拿什么新东西来，他股价还要往下跌。废倒不会，因为库克还是有一个大绝招的，就是回购。对，得顶着，对吧？乔布斯活着的时候是从来不回购的，然后只有到库克上台了以后，就是每年拿大量的利润去回购。他确实挣钱。所以就是每次他开了发布会，甭管是 iPhone 发布会还是什么，他就股价就跌，跌完了以后慢慢涨，涨出来实际上都是买回去了。对，咱们就反正慢慢的继续对这种新的技术进行沟通和交流吧。好，我们也非常非常感谢有270多个人陪着咱们聊天。不错在线是吧？好，在线，对。感谢大家收听然后也感谢 Indigo， 你那边是晚上的时间，我也要去吃我的午饭了。晚上9点40，对，好，那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好，结束。